中华民国宪法告诉我们才叫真正的祖国，我们才叫中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我们才叫做祖国。九二共识都出来了，钟明轩他真的很聪明，我必须说，他能够理解九二共识的实质内涵。也要当整个民族里面的美人，你叫我中华美人。中华美人4个字，完美的陈述中华民族的概念，九二共识的概念，觉得比那狗屁倒灶九二共识这4个字还来更有用。身份证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没有，他们写的是台湾国身份证。现在那个中华2个字怎么来的？台湾98%的人是汉族，也就是汉人。在中华民族里面，汉族、汉人就是其中一个民族。不是中华民族，我是台湾人。这段文字的同时，你说的是哪一个民族的人？你的母语是不是中文？你不是华人，请问你是什么人？面包超人。我觉得现在活在自己的想象范畴里面。独派的很气，我一定要把中华民国给干掉。赖清德520说出中华民国、台湾都是我们的国家的名称的时候，青鸟仔不是你这滑头丸哦，林北台湾人，我也是台湾人，但是我不是青鸟仔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中国人还蛮 nice 的。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当我说真话的时候，我感到自由。说真话的时候感到自由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，就觉得很舒服嘛，讲出自己觉得感受很舒服嘛，所以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一些说法，除非错误我们就更正。但如果说这个只是单纯的评价或评论，在讨论当中讲出你自己心里所感受到的有什么错误？你有没有去伤害人？称赞人家的好又伤害什么？称赞中国的好是伤害到谁了？伤害到你们的情感？那抱歉啊，那全世界绕着你转就好了。那你先改变一件事情，你先告诉牛顿，你先告诉爱因斯坦，抱歉，这世界不是重力所主宰的，这世界不是靠宇宙的规则所主宰，这世界是靠我的心理规则所主宰的。我的立场依然不变，老娘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。不喜欢他们的政府啊，知道这件事情。中华民国的国民，赖清德要玩台独3合1，因为他知道台独读到最后还是得向中华民国屈服，所以他只好透过掏空中华民国的方法，不喜欢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，因为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台湾的政府嘛，这个是一个很事实的。我也认同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这件事情，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可以跟这些中国人交朋友，我不可以爱上中国这块土地。是你独立思考，中国它是一个大领地。当我说我爱中国的时候，我爱的是这个大领地，而中国政府是政权而已。其实光是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，已经比很多的青鸟仔啊认知已经高上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中国政府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，只是中国的一个政权而已。当然这个政权目前统治了中国大陆大部分地方，而且并且在联合国里面拥有中国代表权的席次。OK， 应该说它是中国代表权的实际的运行者，这个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所决定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民进党今天是抱持钟明轩这种态度啊，逆统战都完成啊，真的。就算不完成，逆统战的成效也比现在民进党那个废物陆委会、那个废物外交部、那个废物大内宣侧翼高上1000万倍啊！然后上次第2集中国行结尾，我说了，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不会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这件事。好，青鸟仔 ，OK， 这个青鸟仔说不是滑什么丸，你这滑头丸哦，林北台湾人啦，我也是台湾人，但是我不是青鸟仔。结果一回台湾，被一大堆人攻击，请钟明轩不要代替我发言，我不是中华民族。是不是马上说中啊？我不是中华民族，我是台湾人。我觉得 Oh my God， 我不是中华民族，我是台湾人。你是高雄人，那你是不是台湾人呢？我是啊。那你是台北人，那你是不是台湾人呢？你是啊。那你是光华小。这些人在发什么疯？台湾人不就是华人吗？台湾人不就是华人吗？滑头环啊！哎呀，青鸟仔要崩溃啦！我礼拜2的时候我有讲到，我做那个实况讲解的时候，现场独派的直接喊出：中国人在台湾，中国人不配有公投的权利，所以我们要公投台独。中国国民党、中国民众党那一些中国人，他们不准投票。派呢，这派呢，哦天哪，真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华，可以加华呢？加华了不是填共了吗？哎呀，我到底哪里说错了？你的身份证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没有，他们写的是台湾国身份证。护照上面写的是什么 ？Republic of China。你说的 China 是不是 China 还是别贴着 China 吗？还 Taiwan， 是 Taiwan 还是 China 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对，他们的很难理解。ROC， 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，前面的那个中华2个字怎么来的？我就有一种，我讲的东西明明是所谓的政治正确，政治正确。我讲的内容也是符合我们法律的。台湾98%的人是汉族，也就是汉人。在中华民族里面，汉族、汉人就是其中一个民族。而当你说出“请你不要代替我发言，我不是中华民族，我是台湾人”的这句话的同时，打这段文字的同时，你说的是哪一个民族的？
灵魂拷问。你的母语是不是中文？你又不是中文？端午节、元宵节过农历新年，然后你告诉我你不是华人，不是农历新年，是 Lunar New Year。OK， 哎，我跟大家讲，去年不是中秋节吗？然后我就传了很多讯息给，但是我要传很多，然后就有不少人会回我啊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OK， 我告诉你，有些人就给你回说秋节愉快，那正常啊，秋节愉快那也没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秋节愉快，然后你就去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人，那你知道我们其实 sense 是非常非常敏感的。OK， 我们做这个那么久了，对吧？然后，台派的，哎呀，中这个字真的写不出来耶。你知道为什么叫做中秋节吗？因为 Mid Autumn，OK， 好不好 ？Mid Autumn， 什么是 Mid Autumn？ 在秋天的中间，所以要中秋节。哦天哪 ，My God！ 所以之前有人说我要过台秋节快乐。我跟大家说，其实钟明轩所说的这一段，我们已经讲到滚瓜舌烂，讲到舌头都破了。我回的时候 ，Happy Chinese New Year 啊，新年快乐，只是打新年快乐。OK， 好吧。Happy Lunar New Year。Come on， 我连 Chinese New Year 都没写。其实他讲这一套，我们都已经讲过 N 遍。今天钟明轩讲出来，之所以有杀伤力，杀伤力可大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曾经蔡英文认证他是小鱼男孩。我靠，这是感觉就是落差非常的大。请问你是什么人？面包超人？你要确定你的发言呢？我觉得既然活在自己的想象范畴里面，活在自己的乌托邦梦幻国度里面。I like it。那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存钱，然后去国外买一个岛屿，在那边建立自己的政府，建立自己的文化，建立自己的语言，建造自己的国土。你想在那边干嘛就干嘛。但是你现在站在的这个地方，跟你拿的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这不用我再多说吧。钟明轩这一套账也是为什么台独派的很气什么？我一定要把中华民国给干掉。所以台独派的在赖清德520说出中华民国、台湾都是我们的国家的名称的时候。为什么台独派崩溃到不能自已？为什么青鸟仔会在立法院外面集会的时候说中国人不能投公投，我们要建立台湾国？钟明轩这句话拿到任何时空背景，任何人随时说出来都有极强的怼性。有人会登称我祖国美人钟明轩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title。我现在就把话跟大家讲清楚，因为祖国这个东西叫做各自表述。中华民国宪法告诉你，我们才叫真正的祖国，我们才叫中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，我们才叫做祖国，我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。哇靠，连9·2共识都出来了。钟明轩其实他很聪明，他真的很聪明。我必须说，我觉得以他这年纪，然后以他的教育背景，以他成长的环境，他能够理解到9·2共识的实质内涵，绝对比那什么狗屁倒灶什么9·2共识这4个字还来更有用。这种理解的程度，你吊打所有青鸟仔，青鸟仔都疯了，青鸟仔已经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概念就是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际美人钟明轩。大家好，我是 International Beauty 国际美人。这个 title 大家一听就懂。可是如果我揭示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祖国美人钟明轩，接下来就会有人问说，钟先生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的祖国认同是？如果回中华民国，那现在实际上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总人口也就才2300万。再来哦，关键来咯。那我也只是这2300万里面的美人，要确定换言之没有啦，我的祖国认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美人。那我也只是这14亿人口里面的美人而已。要多矮化自己？你们知道除了两岸，海内外有多少华人？老年要大家要当这整个中华民族里面的美人，这个华人圈的美人，这个民族里面的美人。所以现在开始，不要再叫我祖国美人，要当也要当整个民族里面的美人。只要跟你在那边矮化自己，请叫我中华美人。中华美人4个字，完美的陈述了什么？完美的陈述，既陈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，陈述了9·2共识的概念，陈述了两岸的现状，陈述了台派到目前为止拐瓜裂枣、歪七扭八的理解逻辑，陈述了哥布林的玻璃心，也陈述了两岸和平的道路。短4个字，它内涵是非常巨大的，所以我这边就要严厉的批评一件事啊。但我今天因为我是讲钟明轩的事，我不希望太政治，但是我要严厉的批评一件事，我跟大家说，就是那一些你不是绿营的人。然后你真的连9·2共识都不懂，你真的是被钟明轩坐在屁股下面啊，这都被踩在地板上啊！最简单，钟明轩短短几句话，虽然不完全正确，因为那个毕竟详细的法律的、历史的、政治的这个东西，那个是我们作为专业评论员，我们作为历史学人的研究者，我们要去做陈述的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不会怪他，他作为一般老百姓，他虽然是网红，是百万网红，但他也是一般老百姓，他不是这个专业的，他4个字把你们全部干爆，所以要多废物啊，要有多废物。所以今天还有人在那边什么9·2共识有什么原汁原味版什么版，需要吗？人家中华美人4个字就把你干死了。对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陈述了，基本上听过我讲
不管是两岸现状、两岸历史或九二共识系列，基本上你一听你就听得懂，两岸就非常好解决嘛，问题就那么简单。简单版我们也讲，复杂版也给你的，长篇版也给你的，短篇版也给你的，专家讲坛也给你了。但是你知道装睡人教不行 ，OK？ 所以我觉得钟明轩用这种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当然，这样的一个阐述方式也只专适于钟明轩呐，钟明轩才有这样阐述的一个方式跟他的角度，因为毕竟他用的就非常清楚，而且他刚才讲到14亿人民多少人民，其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涵。中华民族是实用主义啊，和气生财嘛，以和为贵嘛，能和干嘛要打呢？能和能大干嘛要分呢？脑袋有洞吗 ？OK， 所以真的4个字干爆国内一大票的狗屁倒灶的政治人物。